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使用在280上的蕾丝机头 LC2。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机头上各个部件的名称。这是机头手柄，跟主机机头一样，要提起手柄的时候，从外往里提起。想放下机头，就这样就可以了。边上的侧凸轮杆在进行蕾丝编织的时候，要放到三角的位置。在平针编织的时候，要放到圆圈的位置。密度盘和主机上的密度盘是一样的，刻度越大，织物越松。就是凸轮杆。空走或者极位编织的时候放到 P 的位置。当凸轮杆处于 P 的位置的时候，边上的计数器杆不计数。当凸轮杆处于平针或者蕾丝编织位置的时候，计数器杆工作。在蕾丝机头里面附带的附属品有花卡、H 重锤、边销、介绍一下蕾丝机头的花卡。蕾丝技巧的花卡上会有标注 L 的字样。主机附带的花卡没有 L 的字样。蕾丝花卡在左边有红色的箭头。红色的箭头代表机头行进的方向。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编织。接下来我们用 LC2 机头来起针。蕾丝机头没有罗塞尔杆。当织针在D位的时候无法编织。
所以我们在编织的时候，可以先用推针板将织针推到地位，然后再用推针板将推出的织针推回至 B 位。此时让织针整齐排列，所以将凸轮杆放在 P 的位置。来回2到3次移动机头。接下来装边销，边销卡在针槽里面，侧凸轮杆放在圆圈的位置。凸轮杆放在平针蕾丝编织的位置，密度盘调在7的位置，因为我们要用起针线进行起针。花卡装好之后要调在1的位置，并且将花卡锁定。接下来将线装到线槽内，线上下拿住并稍用力卡到线口内。缓慢移动机头，这时候我们要确定是否所有的针都起上了。然后挂上起针线，挂好起针线之后，稍用力拉住起针线并移动机头。然后抽掉起针线，密度盘调到原来5的位置，编织几行平针。因为编织的织物会有上浮的情况，所以我们要挂上重锤。因为我们今天起的针数不是很多，所以我们只挂上 H 重锤和2个小重锤。那如果我们起很长的织物的时候，可以挂上多个重锤。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蕾丝编织。看一下花卡上面的箭头，箭头代表机头行进的方向。现在机头是从右往左，花卡已经被机头记忆住了。下面我们开始进行操作，将机头两边的侧凸轮杆放在三角的位置，解除花卡锁定。花卡上有孔的位置是进行蕾丝编织，没有孔的位置是进行平针编织。这个就是蕾丝编织的效果。刚才我们讲解了简单的空花，接下来我们讲解一下时髦空花的编织方法。在自带的花卡里面有2张花卡，是可以用来编织时髦空花的。这2张花卡与其他空花花卡一样，在左边有红色的箭头，代表机头行进方向。但是区别在于右边的印刷部分，如果是时髦空花编织花卡，它在平针编织的数字没有红色标注出来，时髦空花有红色标记。一般简单的空花花卡在右边，只有红色的数字标志。那我们接下来开始编织。首先让机头记忆花卡的花型，侧凸轮杆放在三角的位置，凸轮杆放在蕾丝平针编织的位置。解除花卡锁定。我们按照左边箭头指示的方向移动机头，第1和第2行是没有数字标志，所以进行平针编织。
然后从第3行开始有红色印记，表示这部分是进行时髦空花的编织。在进行时髦空花的时候，我们将线从线口取下，然后凸轮杆放在披围编织的地方。此时红色印记的地方是来回拉动机头。然后我们现在编到没有红色印记的地方，这里代表平针编织。此时将毛线放到线口，线装到线口后，先确认线的松紧程度。然后将凸轮杆放到蕾丝和平针编织的位置，然后进行编织。2行编好之后，又到了右边标有红色印记的地方，此时我们要将线从线口取出。并且将凸轮杆放到披围编织的位置，拉动机头来回编织。我们在操作时髦空花的时候，一定要边拉动机头边看花卡。重复刚才的操作。我们在进行时髦空花的时候，计数器不计数。计数器只在平针编织的时候计数。这就是时髦空花。接下来我们讲解一下机头在编织过程当中卡住无法移动的时候的处理方法。此时松开机头连接杆上的螺母，并将连接板卸下。
蕾丝机头与主机机头不一样，上面没有打开机头盖的按钮。此时只要拿住机头手柄，将机头盖稍稍往上抬起，此时支针就离开凸轮，机头就可以移动。我们移动机头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按照机头行进的方向移动。然后将刚才编错的地方拆掉。拆掉一行，我们就将计数器往回拨一行。并且再次将机头重新记忆花卡花型。此时重新将连接板穿入机头。蕾丝机头的连接板和主机机头的连接板连接的部分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安装的时候不要安装错了。当我们重新装上主机机头的时候，可以将两边的边销拿掉。如果我们忘记拿掉，接着编织会损坏边销。我们在安装连接板的时候，要首先插紧连接板，再拧紧螺母。我们在使用 LC2 蕾丝机头的时候，已有两个魔术凸轮和中心凸轮。安装魔术凸轮的方法和主机的方法一样的，先将侧凸轮杆放到圆圈的位置，装好后，再将侧托凸轮杆拨回到三角的位置。中心凸轮的安装也和刚才一样。在需要编织的地方进行安装，因为我们在使用 LC2 机头编独立花的时候，只使用一根毛线，所以无需使用分线爪。我们在使用 LC2 时，
如果机头感觉拉动很重的时候，与主机一样，可以在反面凸轮处进行清洁，并涂上机油。如果在毛刷部分缠绕毛线头的话，也需要及时清理。以上就是关于 LC2 机头的一些操作。